他好心好意递给流浪汉10块钱，本以为能听到对方的一句谢谢，没想到流浪汉反而惦记上了他钱包里的100元大钞。虽然在拉扯中，老罗把饿得脚软的流浪汉一把推开，但他救命的药也随之掉落出去。老罗瞬间慌了神。Please don't do anything. Just, I need that's my medication. 流浪汉脸不红心不跳，踩碎药瓶后转身就逃。老罗没有追上去，只是默默地收起了地上的药末。年迈的老罗患有慢性肺部纤维症，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出远门，每天都要依靠药物维持生命。可偏偏自己的4个儿女还都在外地。感恩节这天，孩子们约好一起回来看望他。老罗一大早就准备起来，他半辈子都不舍得喝瓶饮料，今天却去超市买了最好的牛排，订了最贵的红酒，还刷了台5000多的烤肉机，一切准备就绪。可孩子们迟迟没有来。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是小儿子打来的电话。他愧疚地告诉父亲，自己这边不太顺利，可能来不了。老罗幽默地调侃儿子，他享用不了美酒了，但仍期待着其他3个孩子的到来。然而当老罗将电话留言打开后，彻底的失望了。2个女儿，一个因为临时出差，一个因为工作太忙，最后还捎带了大儿子也来不了的消息。就这样，期待了许久的团圆饭，最后只剩老罗一人。自从8个月前妻子去世，孩子们参加完葬礼就再也没有回过家。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老罗决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看孩子们。可医生却告诉他，他的肺病已经十分严重，长途旅行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老罗满口应是，可转身就收拾行李，踏上了看望子女的天伦之旅。老罗的第一站是纽约，那里有他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他在火车上逢人就说起他骄傲的工作和优秀的孩子。退休之前，老罗是专门为电线涂防护层的工人。30年的时间，他涂完了30万米的电线，才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大儿子是有名的画家，小儿子成了乐队的指挥，大女儿是个集团高管，小女儿更是著名的舞蹈演员。说着孩子们的成就，老罗心里十分骄傲，但没想到他的第一站就惨遭碰壁。他来到大儿子的公寓，按了很久的门铃也不见有人回应。他以为大儿子在加班，可坐在门口等了很久，始终没有等到大儿子。无奈之下，他只能拖着行李落寞的离开。临走前，他经过一间画廊，发现里面竟然摆着一幅儿子的画作。他恍惚间想到多年之前和大儿子的一场对话。What are you gonna do when you grow up? Huh? I want to be a painter and do my pictures. I'm a painter. Christ, painters paint walls and dogs pee on them. You're gonna be an artist. Artists paint pictures that change people's lives. What are you gonna be? An artist. That's right, an artist. So you're gonna work hard? Yes, Dad. You're gonna make me proud? I'm trying, Dad. 第二天，老罗又在门口等了很久，可大儿子依旧没有回来。他只能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塞进门缝，然后匆匆赶往下一站。大女儿艾米是一名企业高管，嫁了一个富豪老公，住在带花园和泳池的独栋别墅，生活美满幸福。来到艾米家后，活蹦乱跳的外孙将她迎进家门，但没说几句又匆匆去玩自己的游戏。看到女儿在独自打着电话，老罗用儿时的方式叫着女儿。Amy! 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是长不大的样子，即使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但面对老爸的突然造访，艾米似乎并没有感到高兴，双眉之间反而有些许哀愁。寒暄几句，就又开始打起电话。晚餐时，女婿仓促赶回了家，夫妻俩在父亲面前显得非常恩爱。可在餐桌上，外孙和爸爸之间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女儿夹在中间显得尤其尴尬。她告诉老罗，自己也不知道大哥在哪里，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联系过。为了给其他孩子一个惊喜，老罗要求女儿别告诉他们自己要过去。虽然女儿答应下了，但晚上还是打电话给了兄妹。其实他们知道大哥在墨西哥遇到麻烦，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不想让父亲担心。老罗本想在大女儿家多待几天，没想到艾米却以各种理由拒绝，不是工作繁忙，就是孩子学业重。老罗没有坚持，决定前往下一站。次日临行前，老罗给艾米一家拍照留念，但外孙却不愿站在女婿身旁，3人挤出的笑容也很牵强。看着这一切，老罗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他问出了那个问题。What do you mean? Yeah, of course I am. 老罗依旧留下一封信，然后转身离去。下一站，他想去看看小儿子罗伯特。一路上，老罗感受着不同风景，把这些美好瞬间一一记录下来。几经周折，他找到罗伯特工作的乐团，站在工作的剧场外，他骄傲地指着海报里的指挥家，让行人为他拍照留念。随后，他拖着行李箱直奔音乐会排练现场。正在排练的儿子看到了父亲，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原来罗伯特并不是指挥家，只是个混日子的鼓手而已。排练结束后，父子俩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天。他问罗伯特：“你不指挥吗？”儿子显得很是窘迫，不知该如何解释。罗伯特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指挥家，那只是妈妈的鼓励罢了。”
做鼓手压力小，没负担，能赚钱又能旅行，也是我的兴趣所在。老罗觉得很遗憾，他认为儿子很专业，又很有才华，应该更有前途才对。他甚至想让儿子重新回去学习。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Dad. If it was going to have happened, it would have happened by now. Besides, I'm not sure it's what I wanted. I think maybe I was doing it for you. I don't believe that. Dad, the point is, this suits me just fine. This is what I want. 老罗想留下来看一场儿子的演出，但罗伯特却说下一场演出定在了欧洲，而且自己没有时间陪父亲。无奈之下，老罗只能和儿子告别。那封信件也被他悄悄留在了鼓上。罗伯特一路跟着父亲，看到他买了10点的车票，并把他的行程告诉了妹妹。老罗继续自己的旅程，却因为时差问题错过了周转的最后一班车。也就是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以德报怨的流浪汉。没有医生开的处方，老罗在其他地方买不到药，他只能蹲下身，将碎渣一点一点捡起来。举目无亲的他向家里打了个电话，聆听妻子生前留下的电话录音。妻子的离世加上孩子们的隐瞒，他内心有太多的失落。也许妻子的声音才是目前最好的良药。第二天一早，老罗到达车站，小女儿露西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在老罗眼里，她依然是那个可爱的小姑娘。露西的生活似乎和大姐一样豪华气派，接送父亲的车是豪华版加长林肯，住的是位于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她还订了80层的旋转餐厅，要请父亲晚上吃大餐。正当露西带父亲参观卧室时，女邻居突然登门拜访，她声称有急事要外出，希望露西帮她带一带孩子。虽然老罗的大餐没了着落，但却因为照看孩子而乐在其中。到了晚上，老罗掏出仅剩的药末全部服下。就在这时，书房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老罗无意间听到了电话留言。Look, I need the apartment back sooner than I thought. So call me. 老罗这才意识到公寓并不是女儿的。为了不给露西添麻烦，他表示明天一早准备回家。晚餐时，老罗跟女儿聊起去世的母亲，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会跟母亲分享所有的经历，可唯独对自己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You pushed us pretty hard. No, that's not true. You didn't all feel that way, did you? I think David felt it the most. 这一刻，老罗似乎有些明白，自己要求的完美已经成为孩子们的负担。第二天临走时，他同样交给了露西一封信。这次旅行，他给每个孩子都留了一封信。露西默默地看着父亲的背影，这个为儿女操心了大半辈子的男人真的老了。因为药物紧缺，老罗只能冒险选择坐飞机回家。没想到飞机在途中意外遇到雷暴天气，没有吃足量的药，加上颠簸不已的飞行，老罗旧病发作，在洗手间陷入了昏迷。老罗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的孩子们还是没长大时的女人。他们对老罗说：“我们过得很好。”但老罗早就知道这不是真的。大女儿艾米的婚姻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幸福，因为女婿第二天上班时穿的衣服和前一天回来时一样，想来早就不住在房子里。而外孙和女婿的对抗更加佐证了这一点。反而是在火车站碰见的艾米的男同事才是艾米现在的伴侣。老罗是过来人，伴侣间的神色他如何不知？而罗伯特说要去欧洲演出，可大厅里贴满了乐团的演出海报，地点分明都是当地，根本没有儿子口中所谓的欧洲巡演。连最贴心的小女儿露西也瞒着自己，那帮忙照顾的孩子其实是他自己的。母亲与孩子之间什么样子他知道，而女邻居其实是女儿的爱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要对他报喜不报忧，隐瞒婚姻的不幸、事业的落魄和自己取向不同的事实呢？而自己唯一没有见到的大儿子，在梦境中一直没有说话。老罗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孩子们匆忙回到了房间里，老罗也被惊醒。他一睁眼便看到了3个孩子围在病床前，但仍旧不见大儿子大卫的身影。在老罗的不断追问下，孩子们终于说出了实情。大卫这些年经历了太多挫折，过得并不快乐，而且妈妈去世后，他更加伤心，整日郁郁寡欢，最终服用违禁品过量去世了。老来丧子让老罗痛不欲生，他没想到自己的望子成龙竟成了孩子一生的慢性毒药。夜深时分，在半梦半醒中，老罗仿佛看见大儿子就在身边，他为自己的不辞而别向父亲道歉。老罗迷迷糊糊地说：“那不是你的错。”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I want to do when I grow up. Yeah, but what did you decide? Am I still be an artist? Or am I just do a normal job, like a painter? You're proud of you no matter what you do. Really? Really. I'll see you, Dad. David, Hmm? I'm sorry. It's not your fault, Dad. 老罗放下自己的执念，他来到妻子的墓前，对妻子述说：“如果有机会重来，我会对孩子们要求少一点，只要他们开心，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老罗再次来到当初的那个画廊，想要买走大儿子的作品，可店员告诉他画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老罗显得有些失落，留下联系方式后准备离开。店员得知他是大卫的父亲后，追了上去，表示仓库里有一幅大卫没有画完的作品。看着店员拿出的画，老罗眼眶湿润。大卫笔下的世界并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也不是蔚蓝浩瀚的大海，而是老罗的电线，是厚重如山的父爱，是他养育孩子们成长的基石。圣诞节很快到了，老罗再次来到超市选购，只不过这一次，所有的孩子都如期赶回了家。And if you were to ask me, I would have to say, in all honesty, everybody's fine. Everybody's fine.